你好，我是你的运维课老师 Jason。本课时，我将带你一起来了解入口网关服务的注册发现，并使用 OpenResty 来实现一套动态 Upstream。那基于本课时我们将要学习的内容，我建议你先提前了解一下 Nginx 的基础，同时呢，熟悉基础的 Lua 语法。另外呢，回顾一下 HTTP 的请求过程，对于 Nginx 的负载均衡原理也需要有基础的了解。那掌握了这些，我们学习此课程就能起到一定的帮助。好，关于本课时的内容，我用思维导图先跟你来做一个整体的介绍。首先，我会讲解动态 Upstream 的实现意义及场景，以及企业常见的基于开源的实现方式，同时还会摘选其中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基于 OpenResty 实现动态 Upstream 这个案例来进行演示。首先，我们来讲解第一部分内容，也就是动态 Upstream 的场景。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整体了解动态 Upstream 的作用。从图中流量整体的入口开始看，流量从左上方按照箭头的方向访问站点，最先交给第一级服务 Nginx。Nginx 承担入口网关的作用，通常情况下通过 Nginx Upstream 来做负载均衡，从而实现将入口的流量均匀分配给后台的 Real Server 处理。那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的方框中有两台 Real Server， 分别是 Real Server 1和 Real Server 2。那我们需要动态 Upstream 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样的呢？当这组集群中再添加一台新的 Real Server， 也就是 Real Server 3，并且要实现流量动态的，这里是非手动的方式来分配给这台新的 Real Server 3，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动态的方式来配置 Upstream 了。那实现动态 Upstream 有什么好处呢？再结合上面的场景，要实现动态 Upstream， 首先后台的服务节点 App Server 1和 App Server 2，他们要将自己的信息，如负载的情况、处理服务的一个状态情况、连接的一个信息以及自己的服务名称，实时的上报给管理中心。那管理中心就会收集到 App Server 1和 Server 2的这些节点状态和连接信息。那同时，管理中心也会根据自身的策略来动态的调整 Nginx 的 Upstream 这个配置。假如来说，当一台 Real Server 节点它的负载过高，此时呢，便可以通过管理中心去动态的调整 Nginx Upstream 的策略。入口网关动态的添加新的节点，从而实现呢新的 Real Server 能够实现资源的水平扩容。反之，要来实现动态的减少后台节点，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在这样的场景中，做到及时的调整 Upstream 策略，从而使得入口网关可以动态分流，从而实现实时的资源缩容及故障感知。这个场景中，如果 Upstream 的配置不是通过动态的方式去实现调整，就需要通过手动的方式去做，先修改配置，再手动的重启服务。那手动的方式是没法做到自动化的及时触发和调整的。我们再来看一个常见的 K8s 入口网关的架构，这里就使用到了动态的 Upstream。我们知道 K8s 加 Docker 的服务部署模式下， etcd 作为服务注册发现中的 KV 存取数据库，存取着后台节点注册的信息，包含服务名称、连接方式等。所以在图中，我们把所有后台的服务节点 App1 到 App4 中的信息呢，注册到 etcd 的数据库中进行存取，然后入口网关如 Nginx 通过查看 etcd 中的数据，并根据变化情况动态的调整 Upstream 的配置。这个就是在 K8s 中动态入口网关的原理。图中上面的箭头表示一个服务注册动态 Upstream 更新配置文件，那下面的箭头呢，则表示动态的实现流量的负载均衡转发。这个就是 K8s 和 Docker 的部署场景中基于入口网关的实现原理了。那么动态 Upstream 的实现方式都有哪一些呢？下面我给你具体讲解一下。我们知道 Nginx 本身诞生的比 K8s 和 Docker 更早，那 Nginx 默认的配置模块来实现动态 Upstream 本身是具备局限性的，这也是上一讲中我所认为 Nginx 所存在的一个缺陷。所以我们想要实现，通常有如下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 Nginx 加 Lua， 使用 Lua 语言来开发接口，做到动态的调用，也就是基于 OpenResty 来实现动态的 Upstream，
因为我们知道 OpenResty 服务本身就是基于 Nginx 和 Lua 的一个结合体。那第二种实现方式呢，就是通过已经开源的成熟组件，如 Confd 这个工具，或者国内某大公司所开源的 Nginx AppSync 这个模块来实现动态的 Upstream。那第三种方式呢，就是通过一个独立的入口网关服务，完全把 Nginx 替换掉。比如说我们现在了解的 Home 网关，还有 Traffic， 都是在 K8s 里面支持语音原生非常好的一种服务。那我总结的实现方式有以上3类。接下来本课时我们演示 OpenResty 动态 Upstream 的方案，使用 Lua 语言开发一套动态的接口。我们可以动态的调用接口，实现一个动态的分流。这个方案中实现了3个接口，让 OpenResty 支持添加、删除、监控后台的 Upstream 节点。通过如图中开放的接口，管理中心或者配置中心可以调用这3个接口，动态的修改入口网关的负载均衡配置。我们接下来重点介绍 OpenResty 用 Lua 语言来实现这3个接口。在正式演示之前，再带你熟悉一下 OpenResty。OpenResty 是一个基于 Nginx 与 Lua 开发的高性能外部服务，内部集成了大量的 Lua 库。如果使用 Nginx， 则需要通过 Nginx 来编译 Lua 模块，非常繁琐。所以如果需要支持 Lua， 直接用 OpenResty 就可以了。那大家可以用浏览器打开 OpenResty 的官方网站，你可以看到 OpenResty 的官方文档。同时，因为本课程会做 OpenResty 的演示，所以如果你希望模拟安装，可以参考官方文档的方式来进行。同样，接下来的演示案例中也用到了 Nginx 来模拟一个后台的服务。那 Nginx 的安装建议你也参考它的官方文档进行。这里呢，可以通过官方提供的样本源来安装 Nginx。接下来演示动态 Upstream， 分别按3个步骤来进行。第一个部分是安装流程，第二个部分是讲解配置方式，第三个部分呢，则是测试演示。好，下面我登录到我的一台虚拟主机上，我们来演示一下 OpenResty 来实现一个动态 Upstream。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先安装 Nginx 和 OpenResty，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官方文档来自行安装。首先，我们需要来配置 Nginx 这个服务。Nginx 在整个演示中，它起到了一个 Real Server 的节点，我们需要模拟3个端口后台服务，通过 OpenResty 呢来负责这个负载均衡。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基于 Nginx 的虚拟端口的这个虚拟主机。这里的话，我做了3个配置文件，81、82、83，分别占用3个端口。然后呢，我们可以自己参考一下这3个配置文件的配置来进行配置。然后呢，来启用 Nginx， 默认启用 Nginx 以后呢，会占用3个端口，分别是81、82和83。那我们可以用浏览器来访问这个几个端口。访问83的时候，会显示的是一个黄色的页面，是 Server 3和 URL 3。然后呢，我们访问82这个端口，那显示的文字是 Server 2和 URL 2，是红色的这个背景页面信息。访问81的时候呢，是 Server 1 URL 1，那显示的是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字背景信息。好，那这个就是我后台的3个 HTTP 的服务，这样的话我已经分别都做好了。然后呢，我现在要来配置一下 OpenResty 的这个 Upstream 的这个服务，并且来实现这个动态的 Upstream。对于实现这个动态 Upstream 呢，首先我们到这个 OpenResty 的加目录下，然后呢，我直接到 Nginx 这个目录下。Nginx 的这个 conf 目录下呢，有一个 Nginx conf， 这是一个主配置文件 OpenResty 的。然后在 Nginx 这个目录下呢，有一个 Nginx Lua 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这个目录呢是我自己自定义新建的，然后里面呢有3个脚本。这3个脚本分别是做节点信息检查，然后呢 UPS、OPS 这个呢是用来做实现接口，并且呢来动态调节我的 Upstream 的节点信息的。Upstream 点 Lua 呢是用来设置我的这个负载均衡策略，也就是改变 Nginx 的基于 Lua 的自定义的这个负载均衡策略。我们会看到啊，在 Nginx 的这个 conf 下，分别呢都对这3个脚本做了引用。这里我暴露了 OpenResty， 那么我会对外提供几个访问路径，一个是根的这个访问路径，这是最全的，
对，也就是我对外服务的这个访问路径。这个 location UPS 是刚讲到的，这里我们需要重点讲解的暴露的动态更新配置upstream 这个主机节点信息的接口。然后往上的话，会看到我的 location 对外服务的时候，会引用到了 ProCpass 本地的一组服务单元，分别是配置了3个主机，也就是我们刚刚配置的3台 NGX Unity 主机的连接信息。然后后面的一个 Balancing by Lua File， 就是刚讲到的修改了默认的这个负载集成策略。那我们接下来需要来重点看到的是 UPS OPS 点 Lua 这个脚本，它的一个实现逻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那当用户请求这个路径是 UPS 的时候呢，它会交给Lua 来处理，然后在 NGS Lua 下面，我们来 VM 打开这个文件来看一下，在最上面呢是有定义了一些本地的一些变量，这里呢会去获取请求的这个参数 ，OP 是会获取它这个请求的方法。那 OP 它主要是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对应的 put 方法里面的是增加还是删除，那会传递给 OP 这个变量。这里呢会获取节点的信息，所有主机的 upstream 的服务节点。这个 server 它是获取的通过 put 方法传递过来的需要添加或者删除的新的这个节点信息，会给到 server 这个变量。这里就会判断一个请求的是否有带参数，做一个校验。这里会建立一个独立的方法，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这里会用来判断一个逻辑，就是我现在被下掉的主机里面，目前可用的主机还有多少个？因为我们知道，在 upstream 后台这个 server 里面，我最少得保持1个，对吧？那如果是低于1个，那就是0个的话，那其实这个服务就完全不可用了，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判断。那在最后的时候，就是真正的暴露出这2个方法的逻辑了。这里的话会去判断这个客户端传递过来的方法参数是选择增加这个 upstream 节点，还是选择删除这个 upstream 节点。那所以增加的话会做增加这个 upstream 节点的操作，那如果是删除的话，我还会做删除这个节点的操作。只不过在删除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个判断，就是刚刚讲到的 dump server 的这个判断它是不是可以去删除，满足我还保留了1个节点。好，每次删除和添加成功以后呢，都会有对应的提示。如果有错误的话，也会暴露出对应的错误代码。如果同学们看到有对应的这个错误代码呢，可以来分析具体的一个原因，来输入这个逻辑。那这个就是整个 OPS 里面的它大概的一个逻辑。那我们可以启用来这个 OpenResty 简单来做一个测试。好，这里我先关闭我之前的这个服务。然后呢，我再启动一下。好，这个时候会看到我会暴露出一个端口，就是800这个端口。这个呢就是我的 OpenResty 占用的端口，并且呢对外暴露的这个服务网关。那么我们可以通过800呢来访问这个主机。好，我们通过800来访问一下。首先呢，显示的是一个蓝色的页面。我们再来刷新这个页面。好，看到第2次的时候会出现 server URL。好，再往下刷呢，就会到 server 3 URL 3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轮询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删除一台主机。接下来就是来调用刚刚讲到的 UPS OPS 这个脚本里面它暴露出来的 UPS 这个接口了。那我们用 cur 这个命令来模拟一个 put 方法。杠 V 呢是显示它整个的请求过程。那后面呢就是请求的这个链接 UPS 就是我们刚请求的地址。然后 OP 呢等于 add 就是我们添加一台主机，表示做添加这个方法。
那 server 呢，就是传递给接口里面去的。我们添加哪一台主机，对吧？那因为我们现在有3台主机了，我们把这个主机呢先删除一台主机，我们就选择删除一台节点，就是83的这个节点，后台的这个节点。那我们回车，好，这个时候会看到返回的是200的状态，并且呢会有一个提示删除成功83。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同样刷新页面，看看这个 server 3还会不会再出现，我们可以多刷新几次。这个时候会发现我的浏览器会停留在 server 1和 URL 来进行不断的变更了，而不会出现这个 server 3。好，同样我们来演示一下，把 server 3加回来，也就是83这个节点信息加回来。这个时候我们把 OP 呢改成 add。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也会返回正确的提示。同样的，再到浏览器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 server 3就加回来了。这个同学们有没有发现，整个这个过程都是通过调用它的接口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模拟动态主题发现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在管理或者你的注释中心节点，通过暴露的 HTTP 接口来进行动态的调节我后端的服务节点。这个呢就是动态 Upstream 它的一个演示和大体的一个背试过程。同学们呢可以按照我给到的这些脚本来演示一下，模拟一下。这个演示大家可以按照我给的这些脚本自己模拟。课程中的演示脚本及配置可以课后通过这个链接自己下载。那密码为慕课老师。那这个课时我们用到了 curl 这个命令，具体 curl 命令的如何使用呢？在下一个课时我们将讲解 curl 命令最常见的使用方式和案例。大家记得来听课哦，谢谢大家。